大家好，我们来点掌声吧！欢迎各位现场的嘉宾啊，以及很多的好朋友，还有我们的先进，还有我们的线上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由龙应台文化基金会为你所筹备许久，今天晚上特别要隆重推出的不寻常的对话。我们谈的主题将是前瞻危机。说到不寻常，真的不寻常，因为今天既然我坐在这里啊，不是我们龙应台老师坐在这边，其实我们今天请到的李慧玲小姐跟我一样，我们刚刚都希望我们也是观众之一，但是我们今天觉得有很多的内容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请到了李小姐。等一下，李小姐我会特别介绍一下，但我们现在谈谈今天我们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啊？这个我是被这个召唤而来，说主持不周，请各位大家原谅。但是我个人对这个主题真是很有兴趣。我们谈的是前瞻危机，危机真的能够预料吗？是可能预料，但危机发生的时机跟地点、时间是难以选择的。命运来临的那一刹那，只为你做好了准备没有？因此，危机的一切的处理，恐怕有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危机的预判是如何，我们对危机的处理是不是有一套方案，以及我们长期的思考有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谈到这些，我们发现在地球上有一个国家对于这方面的处理格外的尤其的优秀，而且具有长久的历史传统。因此我们想，我们如何能够跟他学习，或甚至能够了解一二，对于未来我们对于危机的处理能不能也有一些可能的对策。这国家是什么呢？新加坡。因此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前瞻危机，新加坡科技的未雨绸缪。我们请到李小姐，李小姐是来自新加坡的著名的文化人、媒体人。不过，我们都觉得这个题目其实可以再加一个主题，不仅是科技的未雨绸缪，其谈的是整体新加坡从立国以来一直在持续推动的一个大的战略观念。因此呢，李小姐会帮我们做完整的介绍，也分享她的观察。当然，她也会提到新加坡如今在一切的作为。他们在如此的坚持之下，其实还有面对未来很多的挑战，以及可能有还其他的因素在里面。今天我们都请到李小姐来分享。我想我简单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李社长，他希望我们大家不要叫他社长，我们就叫他慧玲小姐，好不好？李慧玲小姐是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的社长。这个负责集团的整体营运，包括旗下的联合早报的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 China、新民日报、学生报，以及特别面向年轻观众的一个数位平台，叫做嘿卡奇。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找找看，内容蛮有意思的，完全都是年轻人的短片。他是在1994年加入联合早报，担任时政记者，曾经派驻过香港、北京，担任中国新闻群组的主任、采访主任和执行副总编辑的职务。2014年1月开始担任联合晚报的总编辑，并从2016年的12月开始担任目前的职务。李小姐在公共事务方面有多方面的经验，参加过新加坡政府很多的单位组织的顾问、董事等职务，并且特别在2019年获得星云真善美传播奖的杰出贡献奖。李慧玲小姐是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荣誉学士学位，并且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南亚研究硕士学位。她2010年到2011年之间担任哈佛大学的甘乃迪学院亚细安研究员，2014年获选为联营州纪念奖学金新加坡学者，真是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我想我就把我们今天的时间交给慧玲。请，谢谢思端老师。我比较习惯写作，不太习惯做这样的节目。而且要到别的地方来谈新加坡，觉得有一点怪，但是这个不寻常的对话谈危机，其实对新加坡来说，危机是一个非常寻常的，他可能因为从新加坡本身的当时候建国本身就是在很不寻常的情况下，我们就把这个危机当成是我们的生下来的一部分，必然是如此。大家知道新加坡其实很小，
说起来好像很多人其实也都知道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开放，你可以到那边去旅游，但是新加坡它的很多特质其实跟算是你肉眼看得到，但是你平时不会去想到的一些东西有关系。新加坡的土地真的是很小，700多平方公里，好像也就是台北的不到3倍吧，2.5倍。而且新加坡的这个资源是完全是没有的，没有水，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人其实就有人，但是人也没有很多，而且这个人越来越不够。在这种情况底下，而且它是在这个回教国家当中的东南亚的这个地方，唯一可能比较好的是它的地理位置看起来是比较好，对我们的谋生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但是其他的这些条件其实都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底下，再加上新加坡内部其实它就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其实它就决定了新加坡的很多的它如果要走下去的话，它就得按着它现在它有的这些特质来经营。新加坡人很会自嘲，说自己是亚苏怕输很多人说新加坡是亚苏，但是我觉得新加坡这个亚苏的背后其实是亚细，是怕死的，真的是你输，新加坡如果他输了，他就死了，所以他必须要去争取很多东西，去经营很多东西。我觉得，大致上新加坡的这个，那么在建国的那一代人，他们当时候，有几点我觉得是，订立下来的这个原则很重要，包括就是新加坡第一要有钱，因为我们没有资源嘛，那你得有钱去买资源。第二，你要有原则，这个有原则其实是很重要的，没有人可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只能够，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按照那个原则来做，可能人家不一定相信你，或者是他不愿意接受你的这个，但是你最后，至少希望联合国可以主持公道啊，或者是你就按照你的这个原则来做。第三是你要有很多朋友，因为新加坡所以新加坡不喜欢树敌的，新加坡一定要有很多的朋友。你需要朋友的时候，朋友看到你有价值，会来帮助你。因为新加坡一切其实都要靠外面，你说吃的喝的都是这样。这个贯穿了整个新加坡的发展这样的一种历史。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新加坡平常我们看新加坡就是如此建设的这么好，但是新加坡人的忧患意识倒是很少人能够像你说的这么样非常的清晰的。但是毕竟朋友虽多，但朋友人心也会变，所以新加坡必须一直维持着在它的一个警觉。这个警觉，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些例子来告诉我们怎么做的。我想不服就以最近这4年全世界国家所面临的疫情的挑战，是不是慧玲可以来就这个疫情的新加坡的应变措施，以及在科技上面，新加坡做了哪一些，以及到现在疫情虽然暂缓，但是不是还在持续的推动一些大型的战略，来告诉我。当你觉得有危机的时候，其实你一直因为都在做这样的准备，但是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2020年开始的这场疫情是一次的演习，或者是我们已经来到了绝境，我们还真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得把它当成是绝境来应付。当你觉得它是来到绝境的时候，人的这个斗争的那个力量跟坚持的力量应该是比较大的。在那个时候，其实很明显看到新加坡，其实基本上是暴露了新加坡的各种的它的劣势。我们要开放，但是开放不了，整个经济会是怎么样？那个是第二步。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发展会多久，粮食是一个问题。当时候很多人去不只是抢购那个卫生纸，新加坡其实很担心，就是超市排队，就是米粮会从哪里来？而且这是一个已经独立了50多年，生活的不错的新加坡人，他并不是单只要填饱肚子。在这种危机底下，其实新加坡人是要最好还能够吃他们习惯吃的好的粮食、鸡蛋。这个政府需要去确保有这样的供应啊。所以当时候大家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去排队去抢购，因为担心粮食是一个问题。然后你的疫苗，当时候还不知道有这个疫苗，但是你就知道药物是很重要的。药物会从哪里来？这个有钱，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另外一点是你的整个人才的人力的不足吧，人力的不足包括我们很依靠外来的劳工，所有的建筑工人其实都是要靠外来的这些。当时候在疫情期间，我们半封闭的情况底下，所有的工人都关在宿舍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报纸其实就没有人派送。你有很漂亮的公园，但是谁去帮你修剪这些花草？就很你的沟渠谁去帮？就是每天你就看到，你知道你缺了这些工人，你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你很依靠这些工人。然后你的医生怎么办？你的护士怎么办？你不知道这场仗要打多久。我当时候看到就是比如香港的情况，他们的医护人员不够的时候，中国大陆可以从广州、广东那边调派医护人员去支援他们。新加坡这个很难的，而且我们也不会愿意啊，所以你只能够自己的那一队人能够怎么样的去调动、去坚持。当时候动员了很多包括医科的学生，然后那些真正在岗位上的这些医生，其实真的是他们坚持了很久，医生和护士非常的专业。还好这个疫情中间有一些喘息的机会，跟后来差不多3年也就结束了，要不然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持久战我们是不是能够打下去。然后你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很多，因为当时候新加坡并不是完全的封闭的，没有封城，因为它在那个时候你完全封城的话，经济其实是承受不了的。所以以新加坡来说是承受不了，所以它只能够要规划的非常的精确，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哪一些人可以继续的工作，那哪一些人你们不要外出，这种情况的安排。但是学校里面你让学生到家里去上课，其实
我想很多地方当时候面对的一个情况是，你说学校停课这个是很容易，学生会很高兴，但是你停课这么长的时间，学生的学习怎么办？然后他们都待在家里，你说上网课，不是每个家庭其实都有这种条件提供学生上网课，然后老师怎么办？老师还要教课，老师自己还有孩子，还要照顾，那有很多这些很复杂的情况。那你还有一些需要去工作的这些人，他的孩子怎么办？他的孩子不能够在家上网课，所以当时候很细节的这些。包括到有一些学校还继续保持开放，但是大部分其实如果你们可以在家上网课，你们就在家上网课。本来所以这里就来到政府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规划，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图本身，当时候教育部本来它有一个科技的一个总蓝图，底下其实是学校学生中学生到2027年底的时候，准备2027年底每个孩子每个中学生都会有自己的平板电脑，或者是这个移动的这个电脑。但是因为这个疫情发生了之后，其实也就促使，因为危机发生了，促使这个提速必须在更快的完成，所以在2021年底的时候，就所有的这些中学生都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助底下都有了这个平板的电脑。这个是那个时候逼出来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这个只是买电脑，可能还不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们说，新加坡是在2014年的时候提出智慧国的这个概念，在疫情期间其实就必须要派上用场，很多的到你的大数据是你的数据、你的追踪，这些都是要用这个都是在动用我们的这个科技局的人力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还有更多的例子。到现在，因为我们当时台湾，我想各界都有这个居家工作或居家学习的这个问题。新加坡经过那一次你刚刚讲的，把所有学生的资讯化工程提前完成，是不是到现在新加坡对于居家学习已经变成一个例行性的工作，而在学校的授课的时间已经把它纳入了一个常态性的规划？对，所以后来疫情开始好转的时候，教育部长就宣布，在正常的情况底下，1个星期要有1次，哪怕你可以回学校，就大家要上网课，你要平时要不断的练习这样的一种操作。到现在还是维持这个居家上学的，每个礼拜有1天。现在大致上其实是回去了，但是大家会你就是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备战的心理。那你认为在新加坡这次，当然这个危机来临的时候，大家没有办法预料到。我们今天谈的是危机的预判以及危机的处理。新加坡的这场完全没有世人能够料到的危机来临那一刻的3年之间，你觉得新加坡政府打赢了吗？我想到目前为止是吧？民众对新加坡政府的满意度其实还是蛮高的。在那个皮尤的调查里面，其实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对政府的这个满意度还是很高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在疫情之下，可你也提到新加坡从立国开始什么都没有。我们就谈谈新加坡在资源上面。新加坡对台湾的对新加坡报道也经常提到就是水的问题。其实我们这里也是缺水，但是我们这边缺水的报道好像有时候还不如台湾媒体去新加坡取经报道的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新加坡运用各种方式来增加它水资源的供应，这方面是不是也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的需要跟规划？
因为新加坡过去它原来跟马来西亚是一家嘛，所以在分手的时候，其实更早在分手的时候，其实有签订了这个协定。新加坡没有水，水是跟马来西亚买的。我们在1961年的时候跟马来西亚签订的这个水工，当时候签了几份水工，其中有一份是2011年的时候到，另外一份是在2061年的时候到，所以从新加坡开始建国的时候，他知道他没有水，这个是他一早就在做这样的准备。70年代的时候，应该很早的时候就，因为65年的时候独立嘛，所以在做这样的准备底下，其实我们跟马来西亚的这个水工买水呢是跟柔佛州就最靠近新加坡，跟他买水，然后呢我们去我们去设立整个处理这个水的这些设施，之后我们自己用，然后也会供应给柔佛州，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水的来源。另外一个当然就是雨水的收集，就是我们自己的水库，但是新加坡地方小，你能够储藏多少的水？后来就是这个水工的协定，总是会有到期的时候，而且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新马的关系有一段时间其实还是相当的紧张。我们的邻居其实当时候在马哈迪当这个首相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不友善的，可以说，在那种情况底下，新加坡本来也就一直在做准备，后来被逼出来，有这个用就科技的方法，通过过滤等等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一个过程，它怎么去把这个水给净化，这个是一个再生水的概念，就是用过的水怎么样去把它给净化，净化了之后，其实是可以喝的，这个我们叫做新生水。当时候这个是2003的时候推出来的时候，算是一个姿态首先是一个姿态，显示我们自己做了一些东西我们正在努力当中。另外一点是它确实解决了一小部分的问题，但是其实因为科技不断的在进展，科技的这个道路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这个长期应该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新生水当时候做了之后，现在这个是去年还有商家跟这个公用事业局一起推出来做这个新生啤酒，喝过的啤酒是可以喝的啤酒。然后还有海水淡化厂，这个海水淡化厂当时因为它非常昂贵，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时间过去，科技的进步，其实它也是一个到时候就是新加坡在2060年的时候，其实这个新生水还有海水淡化，其实都能够应该可以缓解我们的这个水的危机。我也做一点小功课，就是大家都知道新加坡号称自己有4种水龙头，对，收集的雨水，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净化的回收水，就是 new water， 对，新生水，还有就是淡化水，就是海水的淡化，还有就是输入水，输入水当然这位指的这个马来西亚买水，所以您刚刚告诉我们，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从立国那天就知道它的水是它的一个非常几乎是没有的，所以立国时代就一直开始来进行水资源开发。那现在你讲的新加坡对于在2060年
跟马来西亚这个水约在2061年结束之后，当然应该是继续要续约或者什么。新加坡对于2061年之后的水资源的自己的一套方案是吗？战略的构想是吗？到时候我们如果马来西亚还继续给我们供水的话，我想新加坡还是到时候要计算一下哪一个成本比较低嘛。因为现在距离2061年还是有一段时间，这真的是整个科技的发展是怎么样？现在不一定很清楚。但是假设这个现在的做的假设是这个水供也停的话，那新加坡要能够自供自足。所以新生水要给新加坡大概提供一半的这个水的来源。可以这样说，万一未来有任何情势上的变化，新加坡的这种目标就是它可以自己供应它所有的水源，对，给它自己的生产、工产、生活所需要的。是 OK。水之外的，新加坡的粮食也是一个大问题吧？在立国之后，现在还是。OK， 要告诉我们现在对于粮食的问题又怎么解决？粮食的问题，其实新加坡刚才我说，新加坡要广交各方好友，所以新加坡是现在从大概180个国家和地区就是进口我们的粮食食品，各种各样的食品，这个是一个，所以我们说这个食品的来源要多元化。当然现在某一些就是我们的邻国其实还是因为最便宜嘛，占比还是比较高的。我当时乌克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跟我的同事说，新加坡人因为乌克兰比较远，新加坡人不一定知道乌克兰，但是新加坡的鸡蛋有一部分是从乌克兰进口的。就是新加坡它的粮食的供应是这么的广，你说纽西兰也好，澳洲也好，就是最靠近我们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米，这些都是，这个是进口肯定是一大部分。现在特别是经过这个疫情，新加坡的土地少过1%是用来就是耕种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所以我们大量的依靠外面的这个粮食供应，但是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更加速了我们觉得说需要没有办法完全自供自足，但是要能够供应一部分。所以有一个计划，它是叫做2030年，就是30×30，2030年的时候要能够供应自己30%的这个粮食。这怎么做？怎么做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新加坡没有地的话，那就是跟房子一样，就是往天上，就是垂直的这个，它需要用大量的这个科技，所以它鼓励这个农业科技的这些公司做这样的一种耕种。这个图是你们知道这个里面是什么？螃蟹。对，软壳蟹。软壳蟹。那已经是有一个公司，它是你看那个一层一层的这些软壳蟹好像住在高楼里面的，就一层一层的这样，也是这样的一种垂直的螃蟹公寓。对，这个可能政府没有抽水啊，但是他现在就是鼓励有一些原来有做一些这个养殖业的，鼓励他们用科技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准备。我们在之前已经看过一些报道，就是新加坡推动城市农场，屋顶农场往街。不过您现在给我们看到的是，不仅是一些农作物、香料这些一般家庭用的，包括这些水产物也在利用这种跟
跟空间争地的这种概念来进行，所以这个也是在新加坡的整体策略之下。那我有一个小的疑问，您刚刚讲新加坡是广结善缘，水资源、粮食100多个国家，几乎全世界能够卖粮食我都去讲。新加坡是不是也是广结善缘，但不相信，不把篮子丢在一个，不是只相信一个朋友？这新加坡也是一个立国的概念嘛，就是对朋友也是，我不是相信所有人都会永远是我的朋友。我不相信所有人会永远是我的朋友，但是我愿意继续的跟他们交朋友。那怎么做？只要他们愿意把我当朋友，我就把他们当朋友嘛。但是这个朋友是朋友，朋友有时候会对你有一些要求，你不一定做得到。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讲原则嘛。所以这个也就是新加坡人的一种忧患意识，就是我在我的生存过程中，我要广结善缘，但是我永远知道我开拓朋友的重要性，我不要依赖任何单一的朋友。对，这蛮有意思的。除了粮食，除了我们看到的水资源吧，您可以看到新加坡现在在整体的生存开发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这一层一层的进来，新加坡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机构，或者有一个中央级的机构在做这个战略的大脑的规划？新加坡的战略大脑是谁？有这么一个组织吗？新加坡怎么做的？新加坡人民投选出来的执政党，他从一开始就因为当时候独立就是这个执政，同样的这个执政党执政了这么多年，其实他一直在做这样的准备，但是做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他有不同的方式来做。他开始的时候其实他非常有纪律，就是他那个时候大概虽然说是在危机中，是一个奇迹般的一个生存下来，但是建国一代的这些人，他们一直在做，很奇怪，他们在做长远的打算跟准备。所以你说储备金也是一个，另外就是在政府部门里面，我所了解到的，开始的时候在政府部门里面总会有一些就是潜能好的这些官员，他会在各个部门里面，他们的这些官员是需要去设想，要有一些沙盘推演，有什么样的情况，未来的危机是什么，那个规划其实是25年、30年后、50年后会是怎么样的危机，然后要怎么样去应对。而且是财政部其实是他会就是要拨一些款项去做这样的准备的，所以你不能够只是我今天肚子饿，我去买这个面包吃了就完了。到现在其实有好几个部门，有好几个谈未来事务的，其实他们都在这个总理公署里面。这样的一种习惯，他们叫做这样的一种长期规划的这个，要建立这种机能，在各个部门都要有这种机能，而且要经常让它练习，让它运作。2019年那个时候是疫情都还没发生的时候，每一年这个总理都会发表一个像国情咨文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叫做国庆，因为它就在国庆日之后的2周，会做一个群众大会的演讲，一般要讲个2个小时。那一次的演讲，2019年他谈什么？气候变化，谈100年后的新加坡面对这个海平面上升的危机是什么？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大概要花至少1000亿新元
来做这样的准备。那个时候我们听，哇，总理，你不是吧？你现在谈100年后，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种规划。那在总理公署底下就有一个办公室，是专门是规划这个气候变化，做这个他们就是因为而且新加坡的很多建筑，其实地铁很多地铁站你需要走几步楼梯，然后才去坐那个爬上楼梯，然后才下去坐地铁，就是它都在预防到多少年后这个海平面升高的时候，新加坡怎么应对的这些，其实这个都结合在平日的这些建设当中。所以一个是气候办公室，还有一个智慧国的这个办公室，这个也是，还有一个叫做策略它叫 strategy group， 你说是战略小组还是一个策略小组？那他这一组人其实专门就是在做这个长期规划的。我其实很好奇他们平时那个 KPI 是怎么定的？你的 KPI 是50年后的这个才看得出来，但是就是有这么的一组人，而且当中有很多其实都是他的就是所谓的很优秀的这些官员在做这样的一种规划，然后呢，他会协调，就是每个部门他们会做一个大的一个scenario 出来，他们中期规划是5年以上，长期规划对，长期规划是25年以上。说在新加坡谈25、谈50、谈100，这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习以为常的。是习以为常的。那在官员体系，在官僚体系里面会分2种官员吗？执行面的技术官僚，和思考面的长期规划官员，会这样子吗？还是规划官员将来 eventually 他也会变成执行面的官员？就是这个他们，我根据我的了解，就是这些在规划未来的官员，在各个部门里面，他是在应付平时工作的但是他必须脑袋里面要有一个部分，他是要想到未来的情况的。所以这些人在未来他也可能成为自己的执行者，他要执行他当初所规划的未来政策。如果他活50年的话未来政策在新加坡的整体规划，你刚刚讲到新加坡显然在战略上面它是有一个那这个各部门之间他怎么去让它协调一致？所以他们有一个叫做 Whole of Government Initiative， 很多东西它你需要部门的协调的。你现在说应对气候变化，你总理说了，然后说要投资1000亿，这个1000亿是投资在哪儿？你是哪一个部门去执行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需要谈很具体的东西出来，你不能光画一个大饼就完了。你比如说包括在疫情期间，其实这个是还是正常的在运作。疫情稍微缓和一点的时候，他在做长远的规划。比如他在2021年的时候推出这个绿色计划，我们看一下。一个绿色发展的蓝图，这个是需要5个部门配合的。你交通部你要谈绿色嘛，然后你的国家发展部就是相当于就是建设房子啊，整个国家的这个规划的这个国家发展部，贸工部你的经济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也需要然后你的教育部其实也在这当中，所以你的几个部门其实是需要协调，然后它会有很具体的。这个我只是拿一个例子出来说，
你比如说能源要怎么做，它一条条是会出来，所以新加坡的报纸其实是挺沉闷的，你知道，要整天要报道这些，这个政策它规划是什么，让人民知道说，政府在谈这个事情，然后很细节的这些东西，而且你看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个物价高涨，然后你现在跟我说这个20多少年30年的事情要怎么做，但是他就是做这样的规划。新加坡的官员或政府的施政跟民间的沟通，是不是新加坡施政成功的很重要一个条件？在我们来看，有点像是家父长的这种谈话。每年的国庆，每年的行动党的党庆大会上，都会看到重要的发言，而且发言经常谈的是国家的当前对策。疫情期间，新加坡总理经常跟民众来谈对策，谈危机，谈别国家处理，这种近乎就是经常的跟民众大型炉边谈话一样的这种对话，在新加坡的施政是不是一个特色，也是它的一个战略成功的因素？他的这个沟通，其实从我们媒体的角度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是至少他的从领导人的，就是部长们、总理的这个层面，他们知道是需要沟通的。特别是在大的战略或者是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在疫情期间，我们经常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关在家里没有事情做，但是确实是很多人就会知道说啊，明天总理有一个全国讲话，而且是在各个平台上都会播出，包括他的社交媒体平台。总理在他的社交媒体上是非常的活跃的，那他必须要去告诉大家他要做些什么，下一步我们是要怎么去走的，这个是会的。但是问题是他的沟通的方式，他不能够只是做一场演讲，然后就结束了。比如说我刚才我说那个国情咨文这样子，群众大会。这个我们有一部分人，我们到那个现场去，现场，你觉得他其实，他得经营他的整个演讲要怎么讲到这么大的事情，其实一般的市民、一般的国民其实要听得懂他在讲什么，而且要有感觉。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做演讲还要。就是你知道说相声还要抖包袱的，他要有观众要有反应才可以的，要有掌声，要有笑声，我们要有亮点所以他有很多的这种他去布局，但是这个沟通本身是重要的，而且因为新加坡的资讯其实还是很开放的。网络其实是完全是开放，你要批评他表现的怎么样，其实完全是可以这么做。没有人会因为你批评他讲的不好而被抓，不会啊，或者被罚款也不会啊。你是可以这样去批评他，所以他们也会在这方面会要去。跟人民之间你需要某种的默契，其实是。所以新加坡在人民的信任跟这个凝聚上面，显然是他是很重视的让人民的支持。所以我想会一些我们刚刚听到的一些在新加坡的危机应对，他的忧患意识，还有包括他在他自己的生存资源上所采取的战略思考跟做法。新加坡有没有什么因素，只有他，因为他的历史背景，因为他的独特的国家的形成，因为他独特的政治历史的痕迹，他才能走到这一步？新加坡今天我们谈到他的危机处理，在你的观察里面，是不是还有他独特的一些因素跟条件？我想这个执政党执政这么长的时间，是他的一个优势，他掌握的资源，而且
建国的时间比较早，当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社交媒体。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如果新加坡是在这个时候成为一个国家的话，这个执政党是不是能够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愿不要做这个尝试。对因为他要形成共识，其实很多人在谈新加坡的时候是在看现在的新加坡，但是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过去的这50多年来，前面走过的有一些路，其实并不是大家都满意的。很多人有不同的评论，而且有很多人也做出了他们个人的牺牲，个人的可能是个人的权利的牺牲，可能有一些人恐怕他的人生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不一定是他的理想可能也是不能够实现的，但是就是这个在当时候一种国家必须要发展跟所谓的讲大局的这种情况底下，牺牲了很多个人的利益。我觉得那一代人的那种集体意识，其实造就了后面的，你说这个诚信或者是对政府的这个信任是需要时间这样去累积下来。现在我们说新加坡人民对政府是信任的，这个信任是他有这么长的时间去做，然后去证明自己值得你们信任，然后再继续的做下去。那新加坡有没有什么70年来制度性的做法？你觉得也让他的这些战略规划、危机处理以及预判，他可以处理得很好？他有一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立国者的他的胸怀跟他的思维，还有新加坡长期执政党的这个长期一贯的执政，还有没有现在它的机制上的因素？你觉得让新加坡能够在危机的处理上面，跟国家的整体战略规划上可以做得这么样落实？我觉得还是跟他的整个包括他的公务员体系，还有就是包括执政者本身，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纪律是有关系的。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你在很困难的要应付明天的这种情况底下，你想到后年的事情，这个你是需要有这个纪律，而且什么样的钱是不能够碰的，什么样的制度是你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你不应该去试图去改变它的，这些我觉得我认为是包括执政党他们当时候整个那一代的领导人下来都做的，我觉得是给了新加坡一个蛮好的一个条件。在我们给予掌声的同时，我觉得我必然也会想到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个范围。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你刚刚讲的时代环境、媒体环境都在改变。我也可以进入到这阶段，也许我应该用一个问题来开始。那新加坡人民今天对于政府的信任是不是还是依旧的？你看到未来新加坡的执政者，他们在这个整体的战略规划上，他有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会不会有未来的危机？您的看法？因为新加坡你中产阶级，是他们会要求，他们的要求已经不一样了。个人的自由是重要的嘛，而且整个社会的发展，其实这个自由也是非常重要，包括你的经济的发展，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你不断的其实也在受到外面的世界的这个潮流的改变冲击。新加坡是一个叫做新加坡不是价格的制定者，新加坡是一个 price taker。
整个大的潮流是什么？我们其实好像做得不错，但是我们很有原则，但是我们也经常要看别人的脸色的。这个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那在现在其实它可以做这么长期的规划，但是新加坡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国家，执政党每5年它需要面对选举，新加坡人民其实还蛮理性的，他觉得你做得不错，我相信你，但是我不能老相信你那么多，我要给你施一点压力，你知道我要监督你，这个才可以。所以新加坡的那个民主的方式，它并不是说我不要你执政，不是，就是我要你继续执政，你再继续的帮我管好这个国家。但是国会里面应该要多一点反对的声音，但是谁知道这个投票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执政党是需要兢兢业业，真的是而且为什么沟通是很重要的？他做了，他也需要让人民明白，他要想未来的事情，但是他很多时候他现在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想现在的事情，而且要想人民现在想什么，他要什么，越来越会有这样的一种形式，有这样的一种需求，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年轻的选民要求也不一样。投票的时候我并不是想到李光耀多么伟大然后我投一票，现在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嘛。所以我觉得新加坡的挑战是他要一直做这样的长期的规划，他首先是他必须这个执政党他自己要先赢得每一次的大选，他要赢得每一次的大选他就要去做一些迎合当时候的选民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长期跟短期之间他怎么样去同时兼顾，这个会是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挑战。你包括你要派什么样的这个候选人出来，现在也都很不容易。以前你放一个很木讷的一个候选人，但是他很能干就可以了，现在不行啊，你要不只要能言善道，你要能够在这个 TikTok 里面能够让年轻人会去点击你去看。你看现在我们的未来的这个总理黄循财，他能演吗？我看他的那个 TikTok， 因为我不属于那个时代，我觉得干嘛这个副总理需要弄到这个样子？但是年轻人喜欢他，然后很多他在 TikTok 里面做的那些动作，我看了有一点不明白。后来他们说现在年轻人因为韩星是有过这样的什么动作，所以年轻人会你现在怎么混脸熟？你首先要人家认得你，他才会喜欢你，然后要投你的票啊。所以很多他们我觉得蛮多的时间跟精力需要花在，然后你一出现在某一个场合，很多人要跟你拍照，你其实真正那个场合你做了一个演讲，你能够做多少深入的交流？你就是老是在那边 wifi。这个是现在的潮流，是这个样子。那新一代的这些政治者将来接棒之后，这个国家长远的战略观念，他们还能继续坚守吗？你觉得？会，我觉得现在看到的这些，我不知道再往下是怎么样，至少现在准备接班的这些是看得到，但是我想他们的做法会不同。就是大的那个理念其实是一样的。要不然他们这个政党，他们觉得新加坡的生存之道是这个样子，但是他的做法，他跟人民的互动的方式会不一样。这个是就是政治的现实。但是新加坡其实很多时候它的危机其实来自外部的，也是
所以你说这年头新加坡流行的3个字，人家经常问我们的叫做选边站。你中美问题要选边站，人家说你要选边站啊，然后这个俄乌的战争也要选边站，因为新加坡在联合国表了态，人家说你选了边，但是新加坡为什么去投票去反对俄罗斯？这个是新加坡自己的环境，他觉得完全不能够接受你一个国家，你的邻国说历史上你是属于我的这一部分，所以我就想要侵略你，我就入侵。这个原则新加坡是会坚守的，因为历史上我们也属于别的国家嘛。所以然后你现在来到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次的新加坡内部，因为它有不同的民族，回教我们的马来族，他们在这个事情上反应是很大的。但是以色列在新加坡建国的时候，其实帮新加坡建军，其实是帮助新加坡。到现在，其实科技的这个往来其实还是很多的。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而且我们邻国现在其实，他们是有立场和那新加坡其实现在面对的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在这个以哈的这个冲突当中，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也在看新加坡的声明，外交部的声明是要怎么去表态的，所以有很多这种如履薄冰的这种时刻，经常在发生。这危机还在，但是跟建国的时候已经不太一样了。现在我看未来的危机是在于国际关系的变化、国际形势的发展的变化，还有新加坡自己内在选民心理的变化。我想国际的这些形势当时候也有，你冷战的时候其实也是等于是需要选边的嘛，只是现在很尖锐，而且真的是因为资讯的关系，它在影响你国内的很多人的情绪，你要怎么样去说服，还不只是对外，是你要怎么样去说服国内的这些你的国民。其实慧玲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但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还有线上的这个我们的大家的朋友们，可能有很多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后面有半个钟头时间的开放给大家来提问，但是我能不能先站在这个作为主持人之便问一个问题啊？在新加坡未来的国际关系发展上面，您观察到中国的这个它的角色的变化？因为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在族群融合里面，也是一个新加坡政府一直很重视的问题。当然，7成到6成是华人啊。中国的角色的崛起对新加坡未来的这个大的情势的影响，你的看法？新加坡经济上现在跟中国其实关系还是还是很密切，但是新加坡比较特殊的是，因为有3/4的新加坡人是华人，但是新加坡是不愿意你说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国家，因为我们还有25%。其实是我们要尊重他们的这个感受，跟他们的权利，所以要怎么样，就是要让人家明白新加坡的这一点，而且一旦是你以为说新加坡都是华人，你对新加坡会有一些期望的话，但是。新加坡会照顾的还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嘛？你的国家利益不一定跟别人的国家利益经常都是一致的，在那种情况底下，对不起，会让你失望啊。新加坡基本上到现在其实都是这样，但是你说20年、30年后，中国的这个发展的更好的话，
到时候新加坡的挑战会是，因为新加坡的华人的那个文化，或者说新加坡没有自己的很深层的这个文化，是各个族群他原来的这个他们移民来的时候他带来的这个文化，新加坡都希望他们保留这个文化，所以他追溯回去，那到时候你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你的文化认同跟你的政治认同是不是能够切割得开？这个会是新加坡我自己觉得长远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你接收的资讯，你认同的一些东西。新加坡民众有感受到这个力量正在形成吗？要去影响新加坡未来的方向跟他的民众跟政府的走向？但是现在其实你说这个，你谈5000年文化，新加坡是不是觉得华人是不是是啊？我也认同这个5000年文化。但是这是5000年文化之后，其实它跟新加坡的华人的文化是不是完全是一样的？现在也开始有这样的讨论，包括新加坡现在很重视，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长远的一个准备，就是现在谈南洋文化，就是我们在新加坡常常用一种破碎的新加坡式的英语，叫做same but different， 好像一样，但是其实又不一样要跟在地文化重新建立连结的意思。而且时间上你已经经过一段时间，新加坡也慢慢在形成它自己的它不是根没有很深，但是它慢慢在形成自己，所以也是一种未雨绸缪。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的话，20-30年后就是至少它的这个，你比如它跟国民身份其实在密切的结合。好，慧玲今天告诉我们了很多关于从实质面到精神层面、文化层面，新加坡都是在面临很多的挑战，但似乎在整体的规划上面，它也有异于其他国家的长处。所以您会不会比较同情我们？我是非常仰慕新加坡的，对，我想跟如同台湾很多人对新加坡的看法一样，就是我当然只能代表我自己，但我对新加坡我是一个仰慕者。但是新加坡真的是我们这个是鸭子划水，就是你看的好像很从容，但是其实水底下我们非常非常的看起来划得很好啊，很累啊。有没有来宾愿意像我们慧玲能够来提提您的高见？是不是杜子金副院长？对，谢谢慧玲跟我们分享很多新加坡的一些看法。那我也跟您先分享一点，就是其实台湾过去我在经济部服务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对于20年后的台湾的技术或产业会有什么样走向去做一些预测跟分析。但是如同您讲的，当政党换了以后，他觉得未来并不重要，他只顾现在的选票，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做的一个事情呢，是后来就停掉了。我觉得这蛮可惜的。我们现在政府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未来20年到底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虽然看不到短期的一些 KPI 或绩效，但是对于长期发展是非常重要。这我跟您分享我的经验。那我想跟您请教一点，就是说新加坡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它过去都是以国际贸易、转口贸易或者是金融服务业当做它最重要的产业。可是新加坡政府它在前面一段时间，它反而去投入更多的资源去开发像九龙 Island 的石化园区啦，或者是到
到这个巴丹岛去租地去开发工业区啦等等，反而从服务业走回制造业，一部分制造业，它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思考？那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台湾现在很多人都以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非常的自豪，半导体产业占我们出口已经接近 40%，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高度集中的风险。好，所以如果我不知道新加坡是不是回头去投入许多的制造业，是不是因为考虑到要分散风险的关系，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我想新加坡的制造业其实一直都是经济当中重要的部分，它只不过它是从密集劳工的这个制造业，后来它就是要做高端的，因为土地跟人的这个人力资源的关系，所以它现在在努力的吸引的其实也还是高端的这个生物科技啊，现在做 IT 这方面的，我没有觉得它跟过去有很大的做法上有很大的不同，它还是需要制造，还是要制造工作嘛，就业还是要的，所以制造业在新加坡20%几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维持着。陈永康，我们的未来的准立法委员。因为您一直讲有关的风险啊、长程去预估啊，那我们在研究这个风险的时候，就说这个 crisis 它等于是一个 risk 加上 uncertainty 加上 ambiguity。如果这3种情况，它因为是变数的显示，请问这些未来的执政人，他有没有办法在一个区域的形势下去做一个预判，就是说把风险降到最低，能够控制这个 uncertainty、ambiguity， 能够跟你对其他的朋友之间的交流上，能够掌握这个不定因素，最后把 domestic 内部的 risk 把它减到最低。我只想请教这个，对于未来的领导人，他在这个团队上有没有这个？就像您讲，因为我们要 predict 10年、15年都很难了。当然讲气候变迁啊、海平面上升，这个对像所有的海洋国家都是一个威胁。但是对于政治情势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变化上，您那个团队上有没有一个经常性的内部的 internal tabletop exercise， 或是一个 war gaming？ 因为美方最近常做，但是做的都是 short term， 这个特别向您请教。会不会追一个问题？因为主人现身了。将来的立法委员呢，陈将军他其实曾经是我们国防部的副部长。那然后他在这个台海的这个情势相当紧张的这一段时候呢，他也做很多的兵推啊，跟华盛顿那边也做很多的交通沟通。那其实今天比较没有谈到的是，在新加坡的长期的战略思维上，可能不应该问慧玲了，就是说他一定在军事上有所准备，对啊，对不对？所以新加坡他一定有心里的藏着的鸭子水下的那个假想敌是谁，对不对？因为新加坡那么小，他的飞机一飞上去就已经在别人的领空里面了，但是他还是有军备的。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方面就跟着这个陈永康将军他没有明说，其实在军备上是不是也有这种长期的战略思维呢？有做什么准备？这方面慧玲有一些讯息吗？这个是国家机密，所以就希望你透露。首先是我不知道国家机密，第二是知道国家机密透露的话，其实是犯法的。但是我想，我刚才分享的那些，你都可以想象，他肯定是有做这样的准备的，至于他们的就是未来的一代的领导人，新加坡的一个执政党，他的延续性是在那边，所以他肯定都是手把手在教他们的。
那陈家军要不讲讲我们跟新加坡的军事关系现在如何？这个也是国家机密。我们保持很好的互动关系，很好，到现在还是一样。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们跟各国都保持很好的互动关系。我知道你们两位都没有泄露任何机密，非常非常棒。李委员呢？有没有？我部长。部长对我们的生态，你台湾的资源也是相当重视的。当然水的问题，我可能比你对新加坡还了解哈。这个新加坡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今天都在谈技术问题。其实技术问题对台湾来讲都不是问题。事实上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是个精英政治。你会发现他们是精英政治，政府是一群精英在领导。然后呢，我们跟新加坡一样都是小国，可是我们偏偏就讲了一堆不应该讲的话，做了一堆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的在政府里面精英不见了。所以你刚刚讲新加坡在 plan on 未来到民国到2100年，事实上荷兰也在 plan on 2100年，台湾没有人在 plan 这件事情。还有呢，其实台湾跟新加坡真正不同，其实所有的国家都在面临同样的难题，就是 we have to make decision under uncertainty， 就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对新加坡的观察起码我了哈，新加坡有 flexibility， 就是因为你们的政治生态，所以你们要做任何的 adjustment相对是容易的。你们不管政府运作，不管对人才的引进，不管在法令法规，你们的 flexibility 很大，因为民众相信政府是一群精英，所以大家对政府事实上是有很大的信心。可是同样的，其实我一直很大的遗憾啊，我们的台湾被我们自己所谓的民主制度给绑架，就是说我们整个国家越来越浅碟，事实上台湾人都没有自觉。要是跟新加坡比起来，对，我们都是小国，但是我们自以为是大国，就是我们的政府的运作方式，我们的法令法规其实是赶不上今天全球化、全球暖化。其实这是所有国家面临更大的难题。但是我在讲说，其实我们跟新加坡有没有可以互补的地方，其实应该有很多。其实我们跟新加坡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除了大概跟不好讲同文同种啊，因为你们基本上不能说是个华人国家，但是有很多的这个 common 的这个 language common culture。我记得哈，我们台湾刚推前瞻基础建设的时候，你们的代表处啊派了一个处长来找我，他说要跟我谈前瞻基础建设。我就跟他讲说，前瞻基础建设是假议题，我们不需要讨论，因为根本不会发生，现在真的没有发生哈。但是我很想跟你们的那个派来的那位处长讲，其实我们可以跟新加坡谈的是什么？亚洲的退休天堂，就是我们的中南部。其实我们的这个环境非常好，地非常便宜，事实上这个是非常适合新加坡有钱人退休以后到我们台湾的中南部来。那我跟你讲，我讲亚洲退休天堂，他眼睛亮了。为什么？他说我们新加坡的男人年轻的时候都在屏东当兵，所以对新加坡人来讲，这个地方有一个特殊的感情。所以我是觉得，我后来就跟你们那位官员讲说，你回去想清楚，你们真的要干，我们就可以真正好好来 plan on 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小国，我们有很多地方要跟你们学习。当然这个我们也要自己检讨 What happened to 台湾？为什么我们人家一样是小国，人家可以活得那么好，我们把自己陷到一个泥淖里面。所以亚洲退休天堂呢，我们可以真的坐下来非常 practical 里面的来谈，因为其实这个两国是可以互补的啊。所以至于说其他很多技术问题，我相信台湾有台湾的强项，你们有你们的强项，你们的 New Water 我去看了，我也觉得说，其实到了你讲2061年
2006年 Don't worry， 其实那时候 membrane 的 technology 已经根本就不是问题了，所以我是觉得那个部分倒是科技可以解决，但是有很多问题是科技不能解决的。觉得我们要跟新加坡谈的，跟他们学习的是 institutional problem。为什么人家会发生的好事情，在台湾都不会发生？我这边刚好有一个这个才是我们刚好有个网络上的朋友问题跟您的很接近，对，我来问一下慧玲，好啊，好不好？就是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人家世界各国很多能发生的事情，到了台湾的政府体制，它就发生不了。这个其实是我们台湾人要从这里面这个好好学习的哈。我这边有一位台北，谢谢。台北的小薇啊，他问的跟部长刚提的非常接近，也是期望您以新加坡作为借鉴，台湾无论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该如何去凝聚共识。他特别提到的是新加坡政府长远的规划思维，请问只是受到官僚规划的影响，还真是或者是真的已经成为一种内化的民族性？所以他问题分两个部分，新加坡的这种民众的思维是不是已经内化了？第二个，凝聚共识的方面，您觉得能给台湾什么样的借鉴？我想每个地方有它的优势，有它的特点，所以台湾的情况我容不得我智慧啊。但是新加坡的做这个长远的规划。其实公务员本身就是刚才所说的，在总理公署底下的这个战略小组，其实这一群是公务员。我的了解是，他们会做这些规划，但是最后那个做决定的，你说他5年做一次中期的这个规划，做出来，他把他们的建议交给执政就是部长要做这 political decision， 这个是部长自己要做的。所以你如果你换政府的话，你最后也是这个新上来的，因为新加坡也必须要做这个准备。有一天不是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况？这个准备本身也是要做的，你不能够认定这个政党就会长久的执政下去，所以公务员也要做这样的准备。这个练习本身，他们做了，但是他要交给这个你最后要做这个政治决定的这群人，那这群人要负这个责任，要怎么做决定？这个就是人民选出来，你就要去做这个决定。所以人民对于问责于官员这个概念是很确立的。应该是这个样子吧。这还是一个民主教育的问题。新加坡在民主教育方面，你觉得呢？在不断的改变跟演进之中，就是如果大家一直在说，像李光耀的时代。他的政治，因为他们建国的那一代，他们的整个方式跟整个时代，他们跟当时候的民众建立起的这个默契或者说社会契约是不一样的。再往下，他需要更新他的这个社会契约。他跟民众之间要有一个大家都认同，我们以后应该是要怎么做的。我这边再换一个问题，是吉隆坡的朋友来问的，阿树吉隆坡的朋友，他认为在新加坡当然有很多好的一面，包括了规划未来、先进科技等等，但据他的观察，实际上社会贫富悬殊、物质主义道上。请问新加坡当局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吗？重视物质以及社会的贫富悬殊，有没有什么因应对策？这是吉隆坡的朋友问。很多时候这些都是我觉得是相对的。那因为今天我们谈这个危机，所以而且大家现在都觉得新加坡好得不得了，但是新加坡人自己要不断的反思，知道什么地方是做的不足的地方。是不是
很物质主义。你问我的话，特别是我们很喜欢到马来西亚去，包括很喜欢到来台湾，就觉得那个人情味很浓，很有那种早年新加坡的那个味道。现在这个消费主义，已经在新加坡确实是我觉得整个教育体系的改变，价值观念正在改变当中，这个恐怕也是它的长期来说，这个会是一个它需要去处理的一个问题。贫富悬殊方面呢？新加坡贫富悬殊方面，其实这个是很多社会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新加坡的执政者在设法去拉近，但是就是他现在去帮助很多这个弱势的低收入的这些家庭，怎么样去支持他们？李光耀是不赞成这个福利社会的，但是他现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其实是在也是在补贴这个，因为你这个贫富悬殊你不可能扭转，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是你给这些低收入的家庭怎么样的支持，所以他要确保他现在也会谈你的这个起跑线，本来说起跑线大家都一样。但是现在因为一代人过去，有些他已经是家庭的环境条件都比较好的话，现在确实是有些人的起跑线是不一样。那他通过教育，他还是要去帮助那些比较弱势的这些人。如果他能够通过接受教育，在这个渠道上他能够往上走的话，这个就会是一个好的一个事情。那但是他不愿意去鼓励你不劳作，然后得到你不工作也可以有收入，不劳而获，这个是要设法避免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工作的话，这个他是愿意去帮助的。所以他的很多的这个补贴，对低收入家庭的这些补贴，我们从做新闻的角度，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你这个这么细，你就怕别人骗了你的钱，你知道吗？但是他们会觉得他们是纳税人的这个钱的这个守护者，所以很多的这个钱财怎么样的分配，这个转移支出它是非常的细的。而且比如说你没有工作，或者是你的收入，你必须要工作多少，你要工作多少天或者多少小时，你的工资有达到一定的水平，然后我再给你补贴。它有很多这样的这些制度的设计，来设法缓和。但是你直观上看到的这个贫富悬殊，因为新加坡的祖屋，80%的人住在这个所谓的政府祖屋里面，这个解决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他至少有屋子住，他的收入并不是大部分在支出付这个房租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他是拥有这个房产。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的机会，好，这边后面。非常谢谢理事长刚刚的很多的分析哈。那我刚刚也听到了我的好朋友那个子君，还有我尊敬的陈将军啊，那大家所提的很多的问题。那至于贫富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就像是新加坡在一开始他建国1965年建国，1966年就把他的住屋的政策，因为一场大火使得当时的新加坡的住民所遇到的那个问题，他一开始就把他的住房的政策，住房发展局就是新加坡很重要的一个解决他的居住，就80%-90%的人是住在政府的
公房的这种公共的住宅里面，同时他又把公共的住宅跟族群的问题又融合在一起，使得那个住宅每一个住宅都是不同的族群共同生活在那个 community 里面。那也因为这样子，再加上新加坡的公积金的制度，使得社会安全的体系就非常的强。那也因为这样子形成了新加坡的 community sense of community。所以新加坡的这种的认同，我个人是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啊。然后回到刚刚提到华人的问题的时候，我记得李显龙总理在2年前的一次的国庆演讲之后，他所说的就是华人的落叶归根跟新加坡的落叶生根啊，就是华人在新加坡落叶生根。那当然新加坡的华人基本上我觉得它来源的地方是有很多个不同，包括金门有很多我们就是金门的人在新加坡的地方啊，包括潮汕，所以我是这个部分我都觉得是一个新加坡很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开国的那一代啊，第一代的李光耀，第一代的吴作栋啊，就是吴清瑞吴作栋总理，第二代嘛第二代吴作栋总理，然后到第3代，然后现在马上要进入第4代。那我个人是从事政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也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我有很多的感触那我会觉得台湾，诚如刚刚我们很多朋友，虽然我们分属在不同的政党，但是我觉得如果台湾的政党能够不要只考量到下一次的选举，我觉得士端兄在这里那当然我不能称你兄了，那我礼貌上要这样说。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就是说，台湾的政党基本上花太多或者几乎全部的精力放在 next election 如何赢得下一次的选举。但是我认为 as a political party, not only for next election, but for next generation, 是下一个世代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下一个世代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你刚刚提到说在总理公署里面有那样的长期规划的team 在那个地方，我就会非常的羡慕。我也很期待我的国家中华民国，我的家乡台湾，我们的未来也能够是有这样的一个执政的团队，在这个地方来规划台湾的未来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也 very appreciate， 在过去多年有几次很长的时间让我有机会去新加坡学习。那我觉得从那个里面看到你们在建国的时候就开始50年的规划，不管在住屋，不管在绿化，不管在水资源，在各方面我都觉得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台湾我们必须要用很谦卑的心情来看，虽然新加坡是相对比较集权比较威权，但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它的国家的尊严以及他给他的国人的这种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骄傲是存在的。那新加坡虽然它没有明确的敌国，但是它在国防的防卫的决心上面是非常强的。政府也长期花费很多很多的资源在这个部分上。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学习的。那今天我非常的高兴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们的报纸是一个超过100年的报纸，是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就已经是在那个地方在倡导。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今天我能够有在机会跟联合早报的社长，既然会联合早报社长在这地方听取您的对话，我感觉到我受益非常的良多。谢谢洪旭昌董事长的分享，谢谢。无疑的，李社长，我相信今天在这边有没有感觉到新加坡发言人的感觉？
但是没有办法，我觉得无疑的，你给我们的来宾，也包括线上的朋友，大概也带来了很多的新的观点，以及甚至一些对未来的规划的鼓舞。我相信你最后应该有一些想要回应的话，或者一些总结，能够告诉我们今天在这边坐的2个钟头的感想。我觉得好热。我觉得新加坡到目前为止算是做的还可以，但是新加坡像刚才这个洪董事长所说的，您说的是台湾要谦卑，我想新加坡也应该要很谦卑，而且不断的反思一个社会的进步，就是它不能够只是经济发展的很好，物质条件很好。其实新加坡的下一步真的是在很多的软性的这些建设方面，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hardware 新建这个方面，需要做更多。现在开始社会比较关注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现在开始在谈这个文化。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它包括谈文化，很多时候还是要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么就是其实是围绕着，因为它要建立这个新加坡的国民身份的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它的这个多元开放，它的这种力量，我觉得它要更 appreciate 文化能够带来的这些影响。这个是我觉得新加坡需要努力的耕耘的，除了在原来的这些在做的这些事情在做之外，但是就是不能够骄傲，不能够自满，所以我们都希望台湾好，我们自己继续的努力。这是今天不寻常对话最好的结语了。好，我们谢谢李慧玲社长。我们的今天在现场的讨论以及线上的分享就到这边，希望大家能够觉得有收获，也感谢李社长远道从新加坡来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希望下次我们全部都去新加坡。谢谢你，再会。